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游戏鬼 K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不一样的恐怖游戏。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关于司门氏的一些传闻》。那么这款游戏其实就是一部视觉小说，说白了就是我们是来看小说的。那我们的话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故事的话叫做健忘症，中间还有个眼睛。健忘症。OK， 游戏到这里的话，已经进入剧情了。总感觉很奇怪，但如果要问哪里奇怪的话，却又没办法很好的解释清楚。我的状态很不好，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？连日的酷暑让人完全提不起劲，明明什么都不想做，可没完没了的工作却总也处理不完。该不会是中暑了吧？自上周起，最高气温已经连续多天到达35度以上。在这种天气下，就算中暑了也完全不奇怪。最近我总是失眠，浑身乏力，工作时更是昏昏沉沉。不过最令我郁闷的既不是工作上的事，也不是这闷热的天气，应该怎么形容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主角本人的吗？这里还怪阴暗的。我们的主角是个女生。最近我总觉得这个房间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这段时间我有点健忘。不，老实说不只是有点，应该是非常健忘。我时常想不起自己做过的事，某些经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是因为失眠导致的吗？我不敢肯定，但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。房间内出现了我没有印象的东西，固定放在某一位置的物品被移动到了别的地方。比如我经常使用的生活用品被替换成了不一样的牌子。这个场景的话，应该是现实里实拍的吧？没想到这还挺真实。那是一款外国品牌的洗面乳，我经常在车站旁的便利店货架上看到它。上个月的时候，这款产品碰巧在打折，净含量120克一支，2支只要99元，很实惠的促销活动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右边这个突然转到了厕所这边，它现在被摆放在卫生间的洗面台上，封口未打开，还没有使用过的痕迹。我记得曾经想买这款洗面乳，但实际购买并带回家的经历却毫无印象。上一瓶洗面乳快要见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印象中应该已经是上个礼拜的事了。我一直提醒自己下次经过便利店的时候买一瓶新的，却一再错过机会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最新的洗面乳已经出现在了厕所的洗面台上。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？再这样下去，哪怕再忙，我也必须抽空去看医生了吧？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，但是该不会是有什么人闯进家里了吧？我实在不愿去这么想，光是想到有这种可能，就让我很不舒服。这2个月前合租的舍友搬出去后，这间公寓只剩我一个人住。这是个门的防盗锁，公寓的防盗门用的是密码锁，密码只有我和前舍友还有房东3个人知道。那这样就很奇怪哎，既然与这2个人的关系都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就很奇怪。我跟前舍友的关系很好，跟房东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，这就更可疑了啊。应该不会是什么超自然现象吧？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有什么非瞒着我不可的理由。这栋公寓的安保措施并不算差，非住户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进入公寓楼。很难想象外部的小偷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我的房间。
为了让自己安心，我决定在房间里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。这款摄像头是车站前便利店的店员阿姨推荐给我的。家里没有无线网络，所以录像数据没办法上传到云端，只有在家时才能查看录像的内容。店员阿姨非常亲切，她的年纪应该和我的母亲差不多，但谈吐却完全不像是一位中年人。她似乎熟悉网络设备和监控系统的操作流程，多亏了她的帮忙，我回家后一次就安装成功了。我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后，在我房间的角落里安装了摄像头。它在我今天出门上班期间记录了整个白天的监控画面。我坐在床边，按照阿姨教我的方法，打开了手机上的监控软件。画面上早上8点10分，我离开了公寓的房间。整个上午的监控都没有看到有奇怪的人影进入房间，我稍微松了口气。因为视频很长，我不断快进，一直到傍晚都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。监控的画面就像静止了一样，只有左上角的时间在不断的变化。监控的时间来到晚上7点33分，房间门被缓缓打开，画面里出现了我的身影。我朝着衣柜的方向走去，看样子应该是刚回家，打算去换一身衣服。我彻底放心了，果然还是自己吓自己吗？我关掉了监控软件，瘫倒在床上，闭上了眼。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终归是太累导致的。What happened？ 游戏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开始回忆自己今天下班的时间。一股不安涌上心头，总感觉有哪里怪怪的，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？我平常下班到家的时间都在晚上7点30分到8点之间，然而今天下午下班前的临时会议拖了30分钟左右，我回家后应该已经超过8点了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9点40分，我开始努力回想今天到家后做了什么。进门后，我立刻上了一趟卫生间，之后烧了一壶水，然后因为太累，就躺在床上小憩了一会。不对，既然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了，那么那个7点33分在家里换衣服的人是谁？我重新打开了监控软件，把进度条拖到了今天晚上7点33分的位置。画面中的我穿的衣服和我现在身上穿的明显不是同一件衣服。当我看到画面中的人身穿黄色的上衣和淡绿色的裤子时，因自己有一套完全相同的衣服，使潜意识地认为画面中的人就是自己。我不记得今天回家后换过衣服，但我现在身上穿的黑色衬衣，明显和监控画面中的不一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画面中的人真的是我吗？从发型和衣着判断，这应该是我。但由于拍摄角度限制，画面中的人脸被遮挡了。我凑近手机屏幕，想看清画面中的人脸。画面中的人走进房间后，走向了衣柜的方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感到一阵饿。我在做什么？不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画面中的人打开衣柜，犹豫了片刻后钻了进去，然后从里面关上了衣柜。这不是我，绝对不可能是我，好可怕！我是在做梦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拜托快点醒来吧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手指焦急地滑动着进度条。我死死地盯着监控画面中衣柜的位置。快出来，求你了，快从里面出来吧！监控中的时间过去了多久呢？监控画面静止不动了，是软件卡住了吗？不，仔细看的话，左上角的时间还在不断的变化着。
晚上8点24分，监控画面终于有了变化。房门被打开了，穿着黑色衬衣的我走进了房间里。这么说的话，这个衣柜里他还在。What the hell 是张人脸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接下来的话是第2个故事返乡。OK，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，下期我们继续玩。